稀土就只是磁铁吗？大家好，欢迎回到宋氏英语。2025年11月就刚刚美国南卡州一座新建的稀土中心落成典礼上呢，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福克斯商业频道前是侃侃而谈，高举了一块磁铁，宣称这是25年来美国制造的第一块稀土磁铁。那他用极具煽动性的话语总结说稀土就是磁铁，并把这个描绘为结束中国对我们供应链卡脖子的历史性时刻。那他这番言论无疑是达到了政治宣传的目的，把抽象的稀土概念呢和具体的有关国家安全的磁铁来挂钩，瞬间就激发了公众的紧迫感。但把磁铁说成就是稀土也没有大的毛病，毕竟对于这些红脖子玛嘎主义来说，这是最容易理解的所以说，贝森特是狡猾大打底但是当我们深入的分析这块美国制造磁铁的成分来源的时候以及在全球稀土产业链的真实格局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一个截然不同的叙事。稀土家族远不止磁铁那么简单。稀土不是单一物质，是一个17个元素的大家庭那么像抗、乙以及蓝系元素中的15种，包括蓝、氦钴、钕、钋、砷，还有铀，是吧？镉、铬、锑、霍、锵，还有氘、铱、铼这个2025年全球的这个稀土氧化物总消耗量呢，大概是17.8万吨。那其中呢，中国就消耗了44%，美国呢占8.7%，日本呢是7.2%，欧盟6.5%，韩国4.1%。所以磁铁呢，你可以说是稀土里的明星，但它不是全部。那贝森特所指的磁铁呢，主要就是指铝铁硼高性能有磁铁它确实是稀土应用中最引人注目的产品。那这种磁铁呢，它依赖4种关键的稀土元素第一就是铝，它是永磁体的核心成分，2025年全球消耗3.4万吨。再一个就是钴和铝一起呢使用的话会增强磁性消耗是0.98万吨。再一个就是锑重要的这种重稀土，提高磁铁的这种高温稳定性，消耗呢是1950万吨。再一个就是锑，它是另外一种关键的重稀土作用类似于这个锑消耗呢是480吨。然而在稀土家族里边消耗量最大的并不是这些磁性明星，而是那些沉没的工业级量，比如说氦，年消耗呢是6.8万吨，居全球第一那它主要用于呢，像汽车尾气的催化剂、液晶屏半导体抛光粉、石油催化剂。没有氦的话呢，全球的工业和芯片制造会陷入恐慌再个就是蓝年消耗3.65万吨它主要用于镍氢电池的负极材料、光学玻璃催化剂支撑着这个混合动力汽车和精密光学仪器产业。再一个就是乙它年消耗是1.12万吨年消耗就是用于这种特种陶瓷激光晶体、特种合金，它是航空航天以及医疗激光的关键材料。所以贝森特只强调磁铁，它是有意选择了稀土应用中最高价值、最具战略意义的环节来支撑它的政治叙事。但要理解稀土的全面战略价值，必须要看到他们对从基础工业到高端制造的系统性支撑。我们看到的一个是全球的储量分布你看起来是多元化的。截至2025年，全球稀土储量大概1.12亿吨的这个稀土氧化物单量里面，分布还是相对分散的这个中国呢是4400万吨，占37%；越南呢是2200万吨巴西呢是2100万吨，俄罗斯呢是1200万吨，澳大利亚呢是520万吨美国呢是240万吨。从这个储量数据来看中国的占比虽然比较高，但它没有垄断。但实际上真正决定供应链的控制权的不是储量，而是加工产能。分立和提纯是无法逾越的这种技术不能线。大家知道稀土元素在矿石中是互相伴生的，化学性质是极其的相似如果把它们高效大规模的分离提纯制成纯度99.99%的这种单一稀土氧化物，是难度极高的一个技术壁垒。这个过程它主要依赖这个
溶剂萃取技术，使用特殊的这个萃取剂，有 P507啊、P204是吧？在数十级甚至上百级的萃取槽中啊进行接连的分离。那么2025年啊，全球稀土分离产能分布啊就极端的集中了。我们看数据啊，中国呢是28.6万吨每年，占全球的90.1%。澳大利亚呢就是莱纳斯的这个工厂，马来西亚工厂是每年1.1万吨。美国MP 呢就是 Materials 啊，那么它是在马尼帕斯，它是0.3万吨的。再就是爱沙尼亚的呃 Cemet 啊，那么是每年2.27万吨，还有一个就是其他地方合计不足每年0.5万吨。所以中国呢，凭借数十年的这个技术积累啊、规模经济以及完整的产业链配套以及其他不可说的因素，掌握了全球绝对的分离和提纯优势。那更关键的是什么呢？2025年7月啊，中国实施的这个稀土管理条例，首次把稀土萃取分离核心设备的参数、萃取剂的配方、节联萃取槽设计图纸列入了出口管制清单，所以这个技术壁垒啊就进一步提高了。那我们再回到贝森的手中的那块历史性的磁铁啊，南卡的这个 EVC Magnetics 啊，它的工厂啊是在2025年10月23号下线首批10吨铝体缝毛坯的啊，大家可以看我们的卫星的图片啊，我们是完整的扒拉它的工厂的设计制造这个整个这个过程。那每吨磁铁的这个标准配方它需要什么呢？就是钴铝金属308公斤啊，然后低铁合金18公斤，还有呢是特铁合金啊是3.2公斤，还有就硼铁呀、纯铁啊以及其他的这些剩余的料。那么通过追踪来源显示啊，我发现308公斤的钴铝金属啊，它是来自中国北方稀土旧包土啊，这是2024年12月份签订的长期供应合同，纯度呢是99.95%。18公斤的低铁合金呢，来自于江西赣州的稀土集团啊，低含量是80%。那32公斤的这个特铁合金呢，同样来自赣州啊，它的特含量是99.9%。所以这个计算结果是令人尴尬的。这10吨美国制造的磁铁里边，中国稀土金属占比97.8%。所以 EVC 公司自己他们也承认啊，在到2027年之前，他们的分离设施只能处理轻稀土啊，就是蓝氏钴铝啊，达到99.9%的纯度。对于重稀土啊，像这些分离啊，它的产能还是为零。所以中重稀土啊，它是不可替代的啊。我们刚才说，如果说轻稀土啊，像蓝氏钴铝是稀土产业里面的大宗商品，那么中重稀土啊，那就是工业维生素中的这个维生素啊。其中呢，像铋和锑对高性能的磁体是至关重要的啊，它们啊能显著的提高磁体在高温下的这个较完力，就是所谓的抗退磁能力。关注 LP90的朋友都知道啊。这对于电动汽车的电机、风力发电机和军用设备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啊！大家每天坐的电梯里边都是永磁电机啊，那里边都有这个东西啊。所以呢，这个供应缺口现在是持续扩大。以氧化锑为例啊，2025年到2030年的全球供需缺口已经呈现出惊人的失衡。2025年啊，全球需求呢是2800吨，中国以外呢供给是72吨，缺口是97.4%。2026年啊，需求是3300吨，非中国供给呢是1105吨，缺口是96.8%。那么2027年需求是3850吨，非中国供给呢是160吨，缺口是95.8%。到2030年需求是5200吨，非中国供给呢是310吨，这是最乐观的预测，缺口呢是94%。所以价格走势就更能说明问题。氧化锑价格啊，从2024年1月的$280一公斤飙升到2025年11月9号，刚刚啊就是1183每公斤，14个月涨幅超过320%。所以中国南方的离子吸附型的重稀土矿啊，是全球低特的
主要来源就江西。这种矿床它的储量是有限的，开采难度也大，而且高度集中在中国江西、广东和福建等地。越南虽然有一定的这个重稀土储量，但是它的这个东洋矿最乐观的预测是到2030年也仅能提供300吨左右的底产能，远远是无法填补缺口的。在稀土战略博弈中最容易被忽视但最致命的武器呢，就是视抛光粉。很多朋友可能没听过这玩意儿。这个试剂的抛光粉用于晶圆化学机械抛光就 CMP， 它是芯片制造的关键材料特别是台积电3纳米以下的这个先进制程必须使用粒径就是 D50小于0.5微米，纯度超过99.99%的高端视抛光浆。那2025年全球视抛光粉的产能分布，中国呢是5820吨每年，占94.3%。法国呢叫SOE，它是每年180吨。日本信越化学呢是每年90吨。美国的 Ferro 是和 LG 化学加在一起呢是每年65吨。高端的视抛光浆全球产能近1650吨，完全集中在中国包头的国立新材料和赣州的奥西亚两家企业。那么2025年的9月18号台积电在供应商大会上就公开承认，已经与中国的2家供应商签订了2026到2035年的10年包销协议，价格锁定为2025年均价的1.8倍，原因就是我们别无选择。这就意味着即使在地缘这种政治高度紧张的背景下，全球最先进的这个芯片制成制造商也不得不在稀土供应上完全依赖中国。美国想摆脱依赖吗？当然想了，但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美国的时间表和现实我们看看我们先看看我们使用欧洲航天局卫星这个图像制作的美国稀土企业建造的这个动图，就是贝森特在这发言的那个地方。2024年2月开始动工2024年10月份看起来这个车间主体就完成了。2025年的2月呢，所有的建筑看起来基本完工了，速度还是很快的美国政府也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稀土独立线路图，但是现实进展是远远落后于计划的。那在轻稀土分离方面呢，官方目标是2024年达标，实际进展呢，到2025年的第3季度MP Material 德州工厂呢才实现99.9%的纯度，产能呢是每年4000吨占美国年需求的8%。重稀土分离就官方目标是2026年实现这个目标，实际进展呢，就阿贡国家实验室2025年10月的报告显示在现有的这个萃取机体系下，美国重稀土分离的成本是中国的4.2倍，预计2031年前很难达到商业化。在废料回收这也是很大一块。那么官方目标呢是2030年回收满足30%的需求，实际进展呢，2025年美国稀土回收量仅1180吨全球回收总量呢是3.8万吨，中国呢是占3.1万吨。所以2024到2025财年，美国的通胀削减方案给稀土项目拨款了18亿美元，但截止到2025年的10月，实际到账的仅2.94亿美元，执行率仅16.3%。那么典型的案例呢，就是德州的 MP Material 这个分离厂，2023年呢通过了环评，2024年呢被当地的牧场主以地下水污染为由起诉，法院呢2025年6月才判决，这个工期直接延误了19个月。所以再一个就是你建立完整的稀土产业链需要什么？30年以上的这个技术积累，2000亿美元级别的这个真实投入，接受3倍以上的这种成本溢价，忍受10年以上的这个环保诉讼周期，还有你实际的这个环保的结果。美国在这4个维度上都准备不足，或者说很难满足你比如说环境问题。所以贝森的手中的那块磁铁确实是美国制造业复苏努力的这个象征。那当我们拆解它里面的成分97.8%，它的稀土来自中国，你就会明白，这更像是全球供应链深度互潜的一个证明。
稀土博弈的本质啊，它不是储量之争，而是技术规模和成本的这种系统性竞争，也是时间的竞争。中国呢用30%多的储量控制了90%的分离产能和几乎100%的重稀土供应，这个优势啊，你在未来10年内是难以撼动的啊。很客观的，咱们想啊，2025年到2030年，全球低的缺口啊会持续保持在94%以上，湿抛光粉的缺口同样在94%以上，连台积电还不得不签订10年长约来锁定供应。所以稀土就是磁铁啊，就是一个成功的政治修辞啊，但是它掩盖了一个更复杂的事实，就是稀土啊，从汽车尾气催化剂到芯片抛光粉，从非定力发电机到激光晶体的全方位工业支撑体系啊，你摆脱对单一供应来源的依赖啊，需要的不只是一场政治演讲或者一座新工厂的落成典礼，而是长达数十年、数千亿美元的投入和系统性的工程。你要做时间的朋友，还得是老朋友。所以在这场马拉松式的这个博弈中呢，我们需要的不是磁铁神话，而是对全球供应链现实的这种清醒认知。所以啊，我们讲到这儿呢，可能很多朋友啊都知道稀土是怎么回事了。我们这一篇视频呢，试图客观公正的来讲述全球稀土供应链的情况。从现在来看起来啊，这个稀土啊，它不是卡不卡脖子的问题，而是啊，在未来啊，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无论是你搞电动汽车还是你搞美国制造，都很难躲开的问题。所以呢，贝森特在这个剩下的3年多任期里边讲出稀土就是磁铁，没毛病，因为他可能呃很快就转任美联储主席了，对吧？但是关于美国的稀土的故事啊，还在继续，我们会拭目以待。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